中乌外长会谈气氛和谐，中美外长会晤避免对抗，和北约又谈了合作。外交布局可真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刘小飞。过去2天里边呢，中国外长王毅在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那么既然到了纽约，当然会开展一系列的外交活动。所以呢，我们打开外交部网站，能看到王毅外长先后和多个国家外长进行了会晤，包括美国、德国、澳大利亚、乌克兰，还有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总体而言呢，谈话气氛呢还算是比想象的要和谐。比如说21日和乌克兰外长会谈的时候，王毅外长引用了中国国家领导人的观点，重申各国主权、领土完整都应该得到尊重，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应该得到尊重。这句话呢，中国说了不止一次，是中国政府在俄乌问题上的最高意见。这不是俄罗斯最近在推动乌克兰4个州入俄公投吗？那么中国这次重申也是给乌克兰吃一个定心丸。当然这么说同时呢，也是强调必须保证俄罗斯的合法权益，因为所有国家包括俄罗斯。王毅呢还提到，中乌建交30周年，中方愿意以此为契机，规划两国关系下一步发展，弘扬传统友谊，更好惠及双方人民。而乌克兰外长则是说，希望中国在核问题上发挥作用，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注意这句话，其实呢，他说的比北约、比美国更明确，因为北约、美国只是说不支持台独，而乌克兰则说了支持中方的立场和行动。另外呢，王毅还和澳大利亚外长谈了中澳关系，从外交部官网的照片都能看得出来，两位外长的表情呢很愉悦。王毅外长是带足了笑脸的。双方谈了什么？谈的是双方一致重新确认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定位。很明显，工党赢得大选之后，确实是一步一步让两国关系重新走向正轨。但是可以预期，在澳大利亚整体政治氛围之下，澳大利亚的反对党肯定有行动，还会有些不和谐声音，所以解决这些问题不可能是一蹴而就，会需要时间。和德国外长的会晤呢，就比较有意思。面对这个因为对中国强硬而出名的绿党女外长，我们呢倒也没有太多批评，而是强调了中德关系的潜力和韧性。两国建交50周年了，双方要筹备好两国高层往来和政府间磋商，全面梳理各领域合作，规划双边下一个50年发展。特别提到了要进一步深化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这个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要比中国澳大利亚那个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还高一级。另外呢，王毅外长还会见了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谈话颇有深意。中方表示，双方应该有坦诚态度和相互尊重的精神，加强沟通，增进了解，防止误解和虚假信息。既然这里边重点谈到了误解和虚假信息，那就说明有可能是打算和北约把一些事儿说开，所以不排除近期可能会控制一下舆论氛围。第一句，北约并不将中国视为对手，这就是直接否定北约内部某些国家的意见。第二句，重视同中国保持和加强接触，对发展对华关系持积极态度，意思是双方有谈下去的充足的余地。第三句呢，北约将坚持既定的地理范畴，这句话信息量最大，是告诉中国，北约不会把手伸到亚洲，不会让日本、韩国这些国家加入北约。第四句是，北约和成员国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在台湾问题上立场没有变，期待中方为结束欧洲战事发挥重要作用。那么意思是，台湾问题上中国安心，北约呢也承认中国在俄乌问题上确实中立，咱们互相都别拆台。当然呢，我们对北约还是有告诫的，比如说王毅外长讲到了，希望北约不要简单的以政治正确划线。至于台湾问题，我们又表示已经以法律形式确定走和平发展道路。那么如果两岸开打，那就不是大陆一方的原因。所以看得出来，这些会谈呢都是具有一定的建设性，是在缓解中国目前面临的外部压力。相比之下，23号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的会谈氛围就有明显区别。王毅外长的发言总体是抨击了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错误行径，告诫美国越掺和台湾问题就越不可能和平解决，应该推动中美关系回到健康稳定的发展轨道。而布林肯呢，这次还是说不寻求新的冷战，一个中国政策不变，以前中美曾经成功的管控过分歧，现在应该也能等等。不过大家都明白，布林肯毕竟只是国务卿，管不住国会那些嘴，
所以双方的发言都是表态给其他国家听。所以呢，也不难看出，中国的外交策略已经有了一些调整，和前一段时间相比，增加了灵活性和针对性。在一些特定方向上，我们增加了鼓励的口吻，试图化解矛盾，缓和冲突；在另一些方向上，保持我们原有的强硬。这才是我们过去一直说的要合纵连横。国内的媒体跟网友也要注意啊，要理解，要看懂中国外交政策。这是在舆论战中，我们要开始普遍使用精确制导了，而不是大面积的无差别的火力覆盖。